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就是爱玩键盘Joe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。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今天呢是我第一次要来组一把客制化的机械键盘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这是我第一次。因为过去一直以来呢，我玩都是量产键盘，虽然说有玩一些客制化，但那些都是二手的，都是别人组过的。理由不外乎就是那些客制化键盘真的太贵了，并且一直以来其实我都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。但是经过这1年来的学习以及玩键盘，我相信是时候了，就让我们来开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。好，这一次我入手的套件是来自 QWERTY 的 QK75。这键盘呢，其实有点久了，大概是1年多前推出的，是我在网络上收来的。虽然说是二手，但是全新未组，不然原价的话，我真的是负担不起。这个 QK75 呢，是一个75% 三模的机械键盘，方向键下沉的非紧凑布局，然后 FG 左移塞下一个 F13，然后右上方呢可以选择放旋钮或是名牌。大家可以看到键盘内部呢是一个黄铜的配重，铜的特性呢就是密度非常高、非常重，所以这把套件拿手上真的是相当的沉的。然后背后呢是这个镜面的配重。这把键盘真的是我第一次入手这么贵的键盘，这套件给人的观感以及氧化的质感都是我前所未见的，真的是1分钱1分货，整个套件透露出来的就是一种高级的感觉。然后配件的部分呢，就是轴下垫、夹心棉以及底棉。然后这次的定位板是选择这黑色铝锭，上面做的氧化质感也是非常的好。然后就是这个相当漂亮的 PCB， 虽然这套件没有 RGB， 但它支持3模，就是有线、蓝牙跟2.4G。然后这 PCB 呢是有这种纵向的开槽，然后还有轴座的热插拔。好，配件都介绍到这边。第一次组那么高级的键盘，真的让我有点忐忑。下个环节就让我们把它组起来吧 ，Go Go！ 把螺丝都拆开了，可以看键盘内部真的非常整洁，非常漂亮，整个细节处的做工都非常好。这是内部的黄铜配重。然后表面是氧化处理，由于这键盘的3模，所以底下有2颗电池，就让我们把电池接上吧。底壳的部分就先这样告一段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处理我们内胆吧。这边也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如果你要组装键盘的话，首先第一步呢，务必要把这个角贴贴上，让你在拆装过程当中才不会伤到底壳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内胆呢，首先我们第一个要上去呢，就是我们的 ISP 轴下垫，这是 Outlab 他们家的传统异能 HiFi 麻将音预定。放上去之后呢，我们第一个要装的就是我们的卫星轴配件。由于客制化键盘呢，很多都是这种 PCB 卫星轴的，所以这个卫星轴务必要先装。首先把这个铁氟龙胶带垫在这个甲轴的下方，像这种卫星轴呢，我们都要经过润滑跟调整，装上我们这个 PCB。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用缩时代购吧，开始。好，卫星轴的部分处理好了。基本上组键盘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卫星轴，特别是这种 PCB 卫星轴不太好锁。不过稳定性一般来说还是比那个定位板的卫星轴会好一些些。然后这个时候也特别建议大家在上完卫星轴之后，最好上几个轴体跟键帽试试看卫星轴有没有调好，以免到时候全部轴帽都上去之后才发现要重调的话，就必须全部拆下来，就真的非常的恼人这样子。不过呢，我今天有点懒了，对，其实组这个不难，只是因为还要边拍，真的有点累，所以我就直接继续往下走吧。就是我们的夹心棉。这个地方要剪断一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定位板。由于这次呢，我们键盘的主题色是绿色的，对我特别准备了这个，应该是金维克他们家的橄榄轴，是一个提前大段落轴，然后润滑过了，没有杂音，手感声音都非常好，按起来非常爽快。这也是所谓那种定制的轴体，对，价钱稍微高了一点。然后这橄榄轴的外观也是非常好看，颜色调得非常漂亮。好，所以就让我们把这橄榄轴上去吧。好，经过一番辛苦奋斗之后，内胆就这样组装完成了。其实过程也没有很复杂，蛮单纯的。然后呢，这键盘结构是所谓的这种 gasket， 它使用的是这种细胶豆，然后是固定在 PCB 上面的。但是我这次选用的是金属定位板，然后它跟 PCB 都没有所谓那种单键开槽，所以它手感是没有那种板簧结构来的软弹。但是 gasket 主要的目的还是消除共振，然后刚好也是我这次选择是段落轴，配上这比较硬的处理，反馈感会比较好。好，到目前为止都还算顺利，就让我把它组回我们键盘内部吧 ，Go Go！
好，最后一步就是上我的键帽了。由于这次呢键盘是绿色主题的，然后键盘外壳是有点深绿色，所以呢我这次选择的键帽是来自 JTK 的皇家打字机，主要色调是黑色，但是它有这绿色字符，这呢是使用所谓的3色注数对产生的效果。这次呢也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么贵的键帽，不过这当然也是二手的。这个键帽的质感跟做工真的非常优秀，字符非常的漂亮。好，最后呢就让我们来上键帽吧。这把 QK75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把从头数到尾的客制化键盘。如果算当初整套购买下来的价钱的话，绝对是上万块跑不掉的。虽然说这价钱听起来很夸张，不过当我组好之后放在眼前，我觉得它是真的有这个价值的。铝合金阳极的话，当然有分便宜的跟贵的。所调制出来颜色有普通跟高级之分，拿在手上的质感跟看起来的观感都是极其的优秀的。内部有黄铜的配重，拿在手上也非常有分量感。背面有这种 PVD 的镜面配重，透露出一些内敛的高级感。然后搭配这个 JTK 的皇家打字机，这个 ABS 3色注数的键帽，制服也是非常好看，表面细磨砂处理让整个键盘打起来非常有质感。然后这个轴体搭配的是金维克的橄榄轴，是个提前大段落轴。这个铝的定位板打字的回馈手感非常的好。虽然说手感会偏硬，声音会稍微大了一点，但是搭配在这个优秀套件上，声音非常响，但是也是纯粹的响，完全展现出这个轴体的特色。所以这把键盘从里到外，从观感、听感到手感都是极其的优秀。基本上在这把键盘上，我是找不到什么缺点的。如果真的要改进的话，我觉得我会想把这个名牌换成这个旋钮，并且我今天调出来搭件 Enter 居然翻车了，有非常明显的钢丝音，对。过几天还是要把它处理一下。好，对，就这个 Enter 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最后呢是背面这个镜面配重，真的是完美的指纹收集器。刚撕开膜的瞬间真的是漂亮到不行，但是坠入凡间之后就满满的指纹这样子。以上就是我真正意义上组的第一把客制化键盘的全部过程以及成果，真的是非常满意，确实是一把物有所值的键盘。也不瞒各位说，这把键盘其实从轴体、键帽到键盘，其实都是我二手收来的。套件是卖家大概1年前买，但他从来没有组过。轴体也是大佬退坑出给我的，键帽也是前一个人使用过的。对，真的非常感谢那3位键盘的大佬以及前辈们，他们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我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我真的也负担不起这把键盘。好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。如果你对这把键盘有疑问、有想法，或是你想知道如何从头开始组装你自己一把客制化键盘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跟讨论。我是Joe，是爱组键盘的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